整顿完毕，请总帅莅临。恭迎总帅王者归来！恭迎总帅王者归来！恭迎总帅王者归来！总帅，您的出差盛典定在3天后，这是名单，请您过目。给我的未婚妻黄婷婷送去3张邀请函，3天后我要让她知道，她的老公是权倾天下的总帅。不过在这之前，不要暴露我的身份。是，主帅。婚车已经准备好了，可以出发。谢谢。拿去换点吃的吧。这次我不会再离开你了。主帅，是您家族的人来请您回归家族。告诉他们，当年齐家让我替哥哥坐牢那一刻起，从前的齐月就已经死了。现在的齐月跟京城齐家没有半点关系，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。你去处理一下，不要影响我接亲。是，明白。妈，我来接婷婷了。启月，你今天要想娶走我女儿，就得再拿出100万彩礼出来。100万？之前我们不是说好的30万吗？我们黄家是什么身份地位？你只拿出30万彩礼，就想当我女婿？你以为是菜市场买菜呢？讨价还价。婷婷，你也是这个意思吗？我妈说的不对吗？我跟你在一起，浪费了我5年的青春，再要100万，不过分吧？这100万你拿出来，我就嫁；拿不出来，这婚我就不结了。婷婷，我资金都冻结了，100万我现在拿不出来，要不然我们先结婚，等结完婚之后，别说是100万了，1000万、1个亿都不是问题。哪里来的野狗？乡里刚出来的吧？你要知道1个亿是什么概念，你也不3泡尿掉了自己什么德行。婷婷，你现在再怎么逼他，他也拿不出这么多钱。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要不咱们先结完婚，万米丁他都还等着呢。秦青言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居然帮着这个废物说话！要不这100万你来出好了。谁是黄婷婷？谁是黄婷婷？我是。这是总帅3天之后的出山盛典邀请函，请准时参加。这真是给我的？那可是总帅啊，那样高高在上的人物，怎么会给皇家送邀请函？这下皇家可要发达了。婷婷可真是好福气啊！皇家以后飞黄腾达了，可别忘了我们啊！那肯定，那肯定。看到了吧，这可是总帅的邀请函，马上我们就是名门望族了。当然，可不是你这种下等的人可以沾边的。就是，看看你这身穷酸样，凭什么娶我女儿啊？等我出席了总帅的盛典，到时候别说是100万了，1000万都有的是富豪拿。哼！我就当这些年的真心都为了狗，今天这个婚，老子不结了！站住！你当老娘这里是什么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？
想走也行啊，拿100万分手费，老娘就让你滚！婷婷，你别太过分了。秦心妍，你是不是喜欢这个废物啊？要不你嫁给他好了？你们俩一个冤种，一个穷狗，还真是绝配。我什么我？我结婚，你连个像样的礼物都不送。哦，10年前你送了我一个玉佩，拿着你的玉佩滚吧！青言，这个玉佩是你的，你送给婷婷的。是啊，这个玉佩本来是1整块，后来摔成了2半，我就都送人了。那另一块呢？啊，当年在街边遇到个男孩，我见他可怜，便送给他了。他送玉佩关你什么事儿？哦，定情信物啊。黄婷婷，把它给我，这个玉佩对于我来说很重要。我就知道你们2个狗男女肯定有一腿，狗男女！黄婷婷，你给我等着！青言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青言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齐月，你混蛋！你当我是什么？马上给我道歉！青言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以男人的荣耀向你起誓，保你荣华一生，富贵一世。只要有人敢欺负你，我必定让他付出代价。我愿意。臭婊子，不要脸！我打死你！啊！从现在起，青言就是我的妻子，她就是如我。青言，我们走。齐月，你竟然敢为了这个臭婊子打我！秦青言，你敢走出这个门试试？我现在就能让你倾家荡产！青言，走，天塌下来，我给你顶着。慢着，我看是哪个野种想带我女儿走？我看是哪个野种想带我女儿走？你这个不孝女，把你养这么大，就想跟着这条野狗跑了？你想气死我吗？伯父，伯母，我会对青言好的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我们家青言马上就要跟楚松、楚公子结婚了，楚家可是江州4大家族之一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狗叫？楚家那个恶棍，江州是谁人不知？楚松糟蹋的女人数都数不过来。你是哪个山沟沟跑出来的野种，敢说我们秦家的女婿？我告诉你，楚家可是拿到了总帅出山盛典的邀请函，到时候他们家随便拉一把，我们就能成为1线家族。不就是一张邀请函吗？我也能弄到。哟，诸位都听到了吧？这小瘪三说他能弄到邀请函啊！齐月，你的脑子里装的都是屎吗？你当着邀请函是你们村里茅坑用的草纸吗？随随便便就能弄到的吗？齐月，别说你，那可是总帅出山的邀请函。青言，连你也不信我？青言啊，别怪我没劝你。你要是信了这满嘴疯话的野狗，这以后的日子啊，可不好过了。楚松能给的，我也能。你给我闭嘴，赶紧给我滚！真是狗改不了吃屎。楚公子是你能比的？你们这是嫁女儿还是卖女儿啊？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，给我滚！啊！刚刚青言已经答应了我的求婚，她现在就是我的女人了，我不能走。爸，你能不能不要管我了？哎呦，青爷妈，你平时就是这么管教你的女儿的呀？就是，还没我们家狗听话呢。你今天要是跟这个野狗走，我就死给你看！爸妈，我是真的喜欢齐月，能不能不要管我了？你这个不
不孝之女！你要气死我吗？他叫姨什么了？怎么了，医生？怎么了，医生？快叫医生！快叫医生！梅姐，你不是心内科主任吗？快来给我们家李忠看看呀！说的没错，我确实是心内科主任，不过想要我来给他治病，做梦！广梅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怎么？你的好女儿刚刚在我女儿的婚礼上抢了她的老公，哦不，是捡了她的破鞋，还想我帮你们？做梦去吧！义女，真是家门不幸！给我跪下，给甜甜道歉！伯母，伯父的病不用他来，我就能治，你给我滚！狗东西，就是你害死了我们家李忠！一会儿再给你算账。放在往日的情分上，你救救我老公吧，梅姐。你放心，我回头一定好好教训他，都是我们家青妍的错，救救我老公吧！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！你听，我爸现在情况很危急，你求求保姆行行好，我求你了，救救他吧！行，想让我妈救他也行，拿100万医药费，但只能让齐月掏钱。本来我还想着好聚好散，但你非要自掘坟墓，那我只好成全你。少在这给我转移话题，看不出钱是吧？可以，我再给你一个机会，你和秦青言跪下来给我道歉，说你就是个没用的穷狗，配不上我。秦青言，他只配捡我的破鞋。我跪。青言，你爸的病我来治，不用求你。秦青言，看见了吧？这就是穷到骨子里的野狗，掏不出医药费就算了，为了面子竟说大话。他就是我唾弃的破鞋，而你也只配捡我的破鞋。婷婷，我说过，青言是我的妻子，谁都不能侮辱。既然你没有记住，那我就帮你长长记性。好啊，你们可真是找了个好女婿啊！记住，害死秦理中的凶手是齐月。好，黄婷婷，这是你逼我的。把黄婷婷一家在出山盛典上安排成仆人，另外把我的金针拿过来。明白。齐月，你这废物吹牛可越来越厉害了呀！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安排，还弄什么破金针？真把自己当神医呀！真把自己当神医呀！青言，伯父再不救治，就会有生命危险。交给我吧。就是你这个野狗，害死我们家了！真是造孽啊！伯母，我听说伯父出事了，立马就带着马院长赶过来了。这不是江州市第一医院的马院长吗？这下秦老爷有救了。楚少，我就知道你神通广大，没有你解决不了的问题。想要我帮忙可以，只是天下没有免费午餐。青言啊，今天晚上在酒店等我，让我先收点利息。把你的脏手拿开，伯父的病我能治。哪儿来的野狗在这乱叫？王院长，辛苦你了。住手！你这样做只会置伯父于死地。你这样做只会置伯父于死地。你给我闭嘴！你这条野狗，谁来把他的嘴给我堵上？荒谬！
老夫治过的病人比你吃过的饭都多，你一个狗屁不通的东西，敢在我面前指手画脚！就是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还敢拦着马院长治病？伯父怒火攻心，需要先止住血液逆流。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啊？你把我们家害得还不够惨吗？马医生可是我花了500万请来的专家，你他妈懂个屁呀！你在干什么？你干了些什么？你对我老公做了什么？混蛋！你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！爸，你怎么了？爸！我再不出手，伯父的命就危在旦夕了。区区野狗也配谈医术？我让！住手！大罗金针哦！这又不是总帅特使吗？这位大人怎么在这儿啊？总帅特使来皇家做什么？出去！走。大人，倪令令这里是有什么指教吗？齐先生，您的金针送到。什么情况？这位大人怎么认识齐月啊？难道你真是什么医术高手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认识他5年，他就是个死舔狗，啥也不会。估计是运气好才认识了特使大人。妈，要不然我们就让他试试吧。这是什么针法？竟然如此高明！先生，您这医术神乎其技，当为我的老师啊！恩人呐，医生，太感谢你了！你搞错了，不是我救了你，是他，是他。不管怎么样，还是要感谢你啊，七月。李忠，你醒了？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没有，我现在情况好多了。真是太感谢楚松了，要不是你请来马院长治好了李忠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伯母，那都不是事儿，咱们是一家人嘛，应该的。爷，是齐月治好我的病的。你老糊涂了，这个废物他怎么可能会医术？你一定是病糊涂了，不知道情况。是楚松请来马院长治好你的。你这垃圾还不敢闭嘴？就你他妈会医术，母猪都能上树了。师傅，您太厉害了，我到现在都还没回过神呢。马院长，您说的师傅是谁啊？齐月啊，我师傅的医术那叫一个神呐，几针下去就把齐立忠从死神手里拉回来了。马院长，不是楚松让你治好我爸爸的吗？我什么也没做啊。楚松，你这个骗子！臭婊子，你敢打我！齐月，你干什么？我的妻子不可辱。小子，你死定了！你敢打我楚家人？我打的就是你楚家之人，离青岩远一点，不然见你一次，打你一次。你他妈给我等着！伯父的病还没好完，需要休息，不然我们先回去吧。马院长，真是齐月把秦立洲治好的？这不可能，他根本不会医术，他就是个舔狗。我师傅会不会医术，轮不到你来评定。还有，明天你就不用来上班了。我们医院庙小，装不下你这尊大佛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说话这么狂？就凭我是院长，明天你就不用来上班了。马院长，为什么开除我呀？告诉你，你玩忽职守，
竟然还靠医术来勒索患者，好大的胆子！不开除，不足以平民愤。哼，齐月，别以为这次运气好就能跟我叫板，来日方长，下次就没这么好运气了。还有你，秦青言，你生意全靠我维持，我分分钟让你破产。齐月，之前的事儿谢谢你啊。没事，只要你相信我就行。以后遇到这种事情，有我都能帮你解决。不好了，秦总，楚氏集团取消了与我们所有的业务往来。什么？取消了与我们所有的业务往来。什么？一定是黄婷婷干的。我这个建材厂收益不好，一直都是靠着黄婷婷给的订单才好一点的。她在楚氏集团负责采购，这下完了，我要破产了。秦言，你很在乎这个建材厂？当然了，她可是我全部的心血，我怎么可能不在乎啊？本来我想让你直接接手江州市首富的财产，但既然你这么在乎这个建材厂，那我就把它做大做强，我会让你成为江州市首富的。你不吹牛会死啊？江州市首富钱良伟，他只是我的一个傀儡，他的资产就是我的。哎，行了，你一边玩去吧，我开始忙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会给你拉来一个大订单的。徐哥，那个咱们厂那个材料，不是，您听我解释。喂，林总，我们之前不是谈好了吗？不，价格好商量。喂，刚才最后几个合作伙伴也拒绝了跟我们的合作，我今天就要破产了。你放心，黄婷婷会来求你的。别说这些空话了，你要是实在没事干，你就帮我想想办法吧。喂，秦总，黄婷婷的人来了。什么？喂，秦总，黄婷婷带人来了。什么？黄婷婷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呀，要债的。总帅，没有您就没有今天的我。我的这些资产，您都拿走吧。不用，你把江州市所有除秦青岩之外的建材厂都给我收购了，我有大用。我马上安排人去办。另外，把楚氏集团所有的原料货源给我断了，把所有核弹交给秦青岩。明天就是我的出山盛典了。我听说楚家拿了几张邀请函。是的，确有此事。把那几张给我作废了。明白。喂，秦岩，怎么了？什么？我马上回来。什么？我马上回来。我可不欠你们什么钱，我只有楚氏集团的30万定金。秦青言，说你傻呢，还是天真呢？被断了原料的你，还能如期交付吗？能不能宽限我几天？我肯定能凑出来给你的。哎呀，我们的青言好可怜啊！之前的硬气去哪儿了？你的齐月哥哥这么厉害，怎么现在还要来求我呀？给我砸！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假都是我报警了！你会遭到报应的，黄婷婷。报应？我拿到了总帅出山盛典邀请函，马上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了。遭报应的应该是你们吧？都给我住手！齐月，你来的正好，新仇旧仇一起算，给我上，打断他一条腿！
你想干什么？你这个莽夫能打有什么用？欠的钱还不是得还上，还不上，秦仙就等着坐牢吧。够了吗？这么多钱你哪来的？这就是我给你拉来的大订单，飓风集团给你建材厂500万的定金。飓风集团，那不是首富钱良伟的公司吗？你运气怎么这么好啊？拿了钱，赶紧。你会后悔的，秦七，你这个破公司也完了。这话说的，未免早了点吧？会玩的是楚氏集团，而不是我。你什么意思？集团被人狙击了，现在大量的供货商突然取消了合作，你赶紧回来参加紧急会议。什么？我马上回来。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我们走。明天就是总帅的出山盛典了，我会在盛典上向你求婚。总帅的出山盛典是你能进去的？我进去都不需要邀请函的。还好咱们赶上了。是啊，要是咱们来晚了，连看热闹都找不到地儿了。就是。咱们没有邀请函，哎，但总能在外面看热闹吧？啊！钱先生您好，这是您的盛典邀请函，请收好。这是邀请函呐。青青眼，这个礼物满意吧？小楚啊，这邀请函你发的？没错，听闻伯父伯母想进盛典现场，我特意从楚家争取了3张邀请函。妈，这么贵重的礼物咱们怎么能收呢？快退回去！你傻呀，这是小楚的心意，怎么能拒绝呢？再说了，我们要是能进盛典，身份也尊贵许多，以后黄婷婷想动咱们，那也得掂量掂量。伯母啊，黄婷婷是我楚家的员工，她想找你们麻烦，也得先过我这一关。盛典快要开始了，咱们先进去吧。不过这邀请函只有3张，这小子可是进不去了。他是个外人，不用管他，咱们进去啊。你们去吧，我身体不舒服，就不去了。这丫头是个倔驴，咱们走，别管她。啊，走走走。哎呀，行了，他们进不去的。那邀请函是假的。什么情况？是假的。什么情况啊？凭什么不让我进？我的邀请函怎么可能是假的？先生，你们3个的邀请函确实是假的，麻烦您让开，后面还有客人要来。不可能，我的邀请函来源绝对正规，我是楚家长子，你一个门卫，快让我进去！扰乱会场秩序，死罪！把他俩放了。齐先生，里面请。可我们没邀请函啊。咱们不需要。我们真的进来了。李忠，这好多名流，咱们发达了。呀，这不是我那破鞋和跟班吗？这不是我那破鞋和跟班吗？
总帅的出山盛典没有邀请函，你们是怎么混进来的？趁我没叫守卫之前，赶紧乖乖跪下给我道歉，要不然被这里的侍卫发现了，你们不死也得脱一层皮。我们没邀请函，不也正大光明进来了吗？你们能比吗？哼，这不可能！不要死鸭子嘴硬，赶紧给我们道歉！你们现在应该发现跟我们之间的差距吧？都静一静！欢迎各位来参加总帅的出山典礼。总帅日理万机，今天就不与各位见面了。不过今日除了庆祝总帅出山以外，还有另一个大事儿，那就是总帅要向现场的一位女士求婚。婷婷，总帅所说的女孩，该不会是你吧？总帅跟我们家并无交集，但他还特意送来了邀请函，让我们出席他的出山盛典。我们家闺女啊，天生丽质，他一定是看上你了。啊，来了，他来了。真是这样的话，我不就成总帅夫人了吗？太好了！婷婷，梅姐，之前都是误会啊！嫂子，请接受总帅的聘礼。嫂子，请接受总帅的聘礼。我愿意。滚开！也不照照镜子。啊！嫂子，请接受总帅的聘礼。哦，你是说我？是的，嫂子。妈呀！青言，答应，快答应啊！老天总算开眼，咱们家要飞出一只金凤凰啊！我和总帅素未谋面，他为何向我求婚啊10年前，总帅身无分文，流落街头，是嫂子送衣御寒，赠玉佩鼓励，方有今日的无敌总帅。原来当年那个小男孩竟然成了总帅这样的大人物。不过你们回去和总帅说，我跟他不合适，所以很抱歉。傻丫头，你说什么呢？傻丫头，你说什么呢？总帅是为了报恩才向我求婚的，我们也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，所以根本不合适。再说，我现在有老公了。可是，好吧，我们尊重秦青言小姐的选择，请各位移步宴会厅用餐。走吧。你们滚到仆人的队伍里去。你们就是来伺候宾客的，还想和宾客一起用餐，成何体统？青言，你好糊涂呀！这么好的机会你都不把握，我早晚被你气死。哎，你好好再考虑一下。哎，说不定现在答应了还来得及。青言，你为什么要拒绝总帅的求婚？我呢，就是个平头百姓，和总帅身份悬殊，我也配不上他呀。再说，我又没见过什么世面，没办法适应豪门生活。爸妈，青言，你们放心，就算是没有总帅的名头，我也能把咱们家打造成超级豪门。就凭你啊，你也好意思和总帅？现在吃我们的住我们的，等你找到个像样的工作再说吧。现在总算明白了，之所以我们能够进这出山盛典，全是我们家青言的功劳。我警告你，如果青言跟总帅有复合的可能，你有多远滚多远。老公，青言，走。总帅，手下那家伙你准备怎么处置？放了吧，
我还想从他手里把楚氏集团夺过来，送给秦岩，让他提前适应好门哥。明白。我还想从他手里把楚氏集团夺过来，送给秦岩。妈的！楚少，黄婷婷求见。让他进来。你来干什么？楚少，七月欺人太甚，你能忍？不过我倒是有个办法，可以置他们俩于死地。哦，说来听听。秦青言最近接了飓风集团的一笔大礼，急需大量货源。您说，这个时候有人上门要债，截断了他的资金链，到时候耽搁了飓风集团的生意，可是有牢狱之灾的。到时候还怕秦青言不来求你？妈的，最毒妇人心呐！我真是服了你了，竟然想出这个点子。不过，总帅现在看上了秦青言，咱们要是这么对他，总帅迁怒于我们怎么办？这点您就多虑了。他刚拒绝了总帅的求婚，害总帅丢了面子，现在对付他都来不及呢，怎么会护着他呢？哼，好，既然是这样，光是让他们进去坐牢也太便宜他们了。齐月、秦青言，你们给我等着，一个也跑不了。喂？什么？好。青言，你这么慌怎么了？我的公司出了点事情，我得赶紧过去看看。我先走了。青言的厂是遇到什么麻烦了？是夫人厂里的供货商突然集体停止供货，地产如果没有外力帮助，很有可能就会破产。此事和楚家有关。我还没对楚家出手，楚家却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正好，那就把楚家一网打尽吧。哦，再提1个亿的现金，送到青岩厂里。秦老板，这几百万的欠款你凑得齐吗？啊，我劝你啊，还是早点去跟楚少道个歉吧。哦，给你们一个求饶的机会，不然待会儿再求我，我可不会心慈手软。呵呵呵，求你，不是我说，你算哪根葱啊？是看着你小，会说大话。哼，不就是想要钱吗？自己拿。这他妈得有1个亿吧？我从没见过这么多钱呢。哼，秦小姐，还真是小瞧你了。区1个亿，你就想跟楚家斗？哼，没那么简单。你那他怎么走？站住！想拿钱可以，但是也要把我们的账算清楚。之前的合同明明白白的写着，你们得给我们提供原料，如果提供不了，你们就得赔付10倍的工资。这个钱怎么算？想要钱？行啊，等你们耽误了飓风集团的项目，破产坐牢的时候，咱们再算。不要再给建材厂找麻烦，不然我要你的狗命！我的手断了，给我等着！你死定了，老子找人弄死你！有什么招数，尽管放出。齐月，回去之后你还是找一份工作吧。男人没有事业怎么能行呢？怎么嫌弃我了？你就不怕别人说你吃软饭啊？青言，坐稳了，有危险！哪有什么危险啊？齐月，干嘛？你疯了吗？齐月，青言，你要干嘛？齐月，你先跟着回家，我来解决麻烦。他们肯定是周彪派来的，
不行，要走一起走。你也不想给我添麻烦吗？你先回去，叫点人来。我不。听话。好，祈愿你给我记住了。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也不活了。快走，快走，走！徐震，带几个人过来。你小子运气真好，能让我们亲自对付你。周彪派你们来的，想伤害青岩，看来他是不行。龙有逆鳞，处之即死。废话那么多，要死的人了，还知道那么多干嘛？上！是魔鬼！上次对我动手的人，坟头草都长了1丈多高，是什么让你们觉得我是人畜无害的？抱歉，总帅，我来晚了。把他们处理了，你跟我去见一个人。周老板，确定他们能成功吗？有四金虎亲自出马，还怕那对狗男女去不了黄泉路？哎，你还没死，你来做什么？我来要违约金啊！你先回去吧，我明天凑齐了就叫人送过去。等你凑齐违约金啊，我怕你是1年也凑不齐。进来。钱先生大驾光临，请坐，请坐。不要说出咱们的合同吧，我们之间好像没有合作了。哼。前几日收购江州市所有建材厂的神秘老板，原来是钱先生，不，是齐先生，我只是他的一个手下而已。合同约定，明日之前，你们必须向这个厂家提供不少于1000万吨的原料，不然就要赔付10倍违约金，大概10个亿。姓齐的，没想到你还有几分能耐，哼！但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。哦，你还有什么招数？让我看看。哼，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人，烧了核桃，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主意不错。来人！完了，干什么吃的？你对他们做了什么？你是在找四金虎吗？他们早就已经聊透了，不然他们怎么可能不来找你呢？妈呀，魔鬼啊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姐，我错了，你饶了我吧。明天你把工厂抵押给秦明，然后去今天出事的人做责任金。
秦月，爸妈，秦月呢？爸，你快去救他，他可能还活着。爸，你快去救他吧。冷静，青言，冷静。秦月他有可能已经……不可能，他肯定还活着。我要去救他。够了，秦言，你的任性搞得我们秦家鸡犬不宁。齐月现在已经死了，不可能。调整一下情绪，过段时间可被加个处松吧。丽人，你就少说2句吧。不争气的家伙，这就是你养的女儿？看这次还闯了多大的祸！别！你们都给我出去！秦言，把他放下！快把他放下！我想静一静，不然我就死给你们看！把他放下，秦言！给我出去！咱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就跟你们拼命了！秦言，我给你说实话吧，我之前派人联络过自己，对你音讯，估计是杀了人，找地方躲起来避风的。齐月已经死了，周彪是不会放过你秦家。你要想清楚，除了我楚家，谁还能庇佑？放心，我告诉你，我就算去死，也不会连累秦家。你会来求我的？你竟然没死！你竟然没死！青言，对不起，我回了晚了。齐月，你混蛋！你没事昨天晚上为什么不回来？你知不知道我都快担心死了？青言，都是我的错，让你担心了。以后我绝不会离开你半步。齐月，你还好意思回来？赶紧给我放开！你如果真是为了青言好，就赶紧离开他。周彪知道的，一定不会善罢甘休，这样还会连累我们秦家。只有楚松才能救我们。快看，周彪带人来了！青言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。滚开！你这个孽障，你要害死我们秦家！周先生，都是齐月一个人的过错，和我们没有关系。你要报仇，你找他。秦小姐，秦小姐，昨天我们都有得罪，今天我们把场子押给你，希望您能收下。还不赶紧收下！你做的？怎么做到的？当然是以理服人了。那个周老板，其实我们那个期限还没到，是可以延期的。要不然你们先拿回去吧。求您收下这份合同，您不接，我们今天就跪死在这里。周彪，你他妈的搞什么鬼啊？你好歹也是地下世界的扛把子，居然给他下跪！妈的，给老子闭嘴！老子这个下场还不是拜你所赐？他妈敢骂我，找死！老子就算是死，可拉个垫背的！王八蛋！齐月、周彪，你们都给我等着！要你们的命！秦家，10天之内把秦青言给我送来，不然秦家也给老子完蛋！秦小姐，您收下这份合同吧。但是我一个人也管理不了那么多场子，要不然你们变卖了给我也行。好。你现在彻底得罪了楚松，看你有什么好下场！秦言，你如果不想我们秦家完蛋，10天之后自己到楚家去吧。放心吧，10天之后，楚家会在秦青的气。你能不能活过10天，还不一定。
你现在能说说，你到底是怎么样让他们做成这样子的？前段时间，不是有个收购了江州市所有建材厂的神秘大商人吗？那个人呢，就是飓风集团的老板钱良伟。周彪他把流动资金都赔给钱良伟当违约金，自然呢，就只能把他所有的建材厂都抵押给我们。七月，秦言刚才为你要死要活的，差点为你殉情，你都看见了啊。我们也同意你们在一起，但是我希望你不要辜负秦言对你的一片情谊，知道吗？爸妈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让青言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爸妈，你们不怕主家报复了？主家想报复，就让他报复吧。大不了工厂咱们不要了，举家离开江州。只要你们两个过得好，我们老两口就知足了。秦立忠，你窝囊了一辈子，今天总算站起来了。爸妈，以后秦家就是我的家，天塌了我顶着，你们放心吧。哎呀，谁跟你一家人了？我还没同意。总帅，今天我周彪就用我这条命来向您赔罪了。可以开始干活了。主少，我听说你受伤了，怎么回事啊？王八蛋周彪竟敢伤我！等我伤好了，我要找人弄死他。还有你，他们出的什么馊主意？正式通知你，你被解雇了，滚蛋！主少，为什么呀？不要开除我，我还有用。主少，难道您就不想看看我这里面是什么颜色吗？给老子滚蛋！就你这姿色，白送我都不要。青言，什么事啊？哦，一会儿我闺蜜要来，但是她不认识路，我这会儿有点不太舒服，要不你帮我去接一下她？好。哎，你闺蜜长什么样？齐月，你狼心狗肺！你不关心我为什么不舒服，还问我闺蜜长什么样？不理你了。青言，我错了，我应该先关心你的。你赶紧去接她吧，咱俩的账回头慢慢算。好。总帅，我是来给秦小姐送钱的，合计1000万。把工厂抵押了？钱呢？钱在车上。这2颗也送给秦小姐了。钱留下，车开走。你小心点行不行啊？毛手毛脚的，我新衣服都被你弄脏了。你这种人，活该捡一辈子垃圾。姐，那么久不见，屁股又变大了。王乐乐，你上大学就只学会了耍流氓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咋就你自己回来了？你姐夫呢？我就是一个人回来的，不过刚刚在门口遇到一个臭捡垃圾的，
气死我了！要再让我看到那臭捡垃圾的，我一定把他就地正法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是你？你们认识？他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臭捡垃圾的。刚刚谁说的？再碰到那个臭捡垃圾的，就把他就地正法。闭嘴！我可没说。喂，臭要饭的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想娶我姐的话，最好是找份像样的工作。要是到时候拿不出像样的彩礼，我可不同意把我姐嫁给你。七月，你可别跟她一般见识啊！她就是个小丫头，不懂事。哎，乐乐，我听说你找了一份工作，要不然请姐姐吃饭吧？没问题啊，我们现在就去吃，我请你吃好吃的牛排。听说今天打折呢。喂，臭要饭的，我也带上你，但是你别忘了带钱。喂，你扛着个麻袋做什么呀？不是你叫我带钱的吗？你别告诉我，你这麻袋里装的是钱啊！我说今天的牛排怎么打折了？原来呀，是你把今天的牛都吹死了。你们俩先吃，我厂子里出了点事，先回去看一下。姐，我也跟你一起去。乐乐，听话，你跟你姐夫先吃，这菜都点了，不吃浪费。啊，走了。吃吧。咦，乐乐，你也在这儿啊？王先生，这么巧啊？是挺巧的，我今天正好在这儿吃饭，跟我一起啊。抱歉了，王先生，我是跟朋友一起来的。你还有农民工朋友啊？公司装修，你问问他感不感兴趣？那个王先生，我朋友他不是农民工。不是农民工，那就是捡垃圾的了。王先生，请你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辞，尊重一下别人，谢谢。你说我不尊重，那我就不尊重。王乐乐，我告诉你，你被公司解雇了，除非你过来陪我喝2杯。不干就不干。行，王乐乐，你有种。好吧，那我就只好去吃澳洲牛排了。你就陪这个捡垃圾的在这吃66的垃圾牛。站住！站住！她是我小姨子，只有我一个人能欺负，其他人不行。给乐乐下跪道歉，不然我要你好看。你是不是脑子有什么问题？谁给你勇气说出这种话的？现在捡垃圾的都这么苦了。我也把话撂这儿，今天汪乐乐必须陪我来喝酒，否则我让你们在江州市混不下去。你干嘛呢？真是害得咱们出洋相，都死人了。就冲你刚刚护着我，这一脚我就原谅你了。你不原谅我又怎么样？赶紧走吧，都死人了。着什么急呀？给我10分钟，我会让你跪下来。我真不知道我姐看上你哪点，她是不是脑子有毛病了，还病得不轻？
服务员，你好，先生。你们这最贵的红酒是什么？是进口的罗曼蒂康迪，5万块钱一瓶。好，5号桌说他要一瓶，就给他们送去吧。好的，先生。这就是跟我作对的下场。好戏马上开始了，10分钟之内，看你们来不来求我。服务员，买单。您好，先生，你们一共消费50532元。什么？5万多？怎么可能？于是，光这一瓶红酒就价值5万。那个，我一会儿再买单，我先打个电话。吆喝，乐乐，罗曼蒂康迪啊，这酒我可喝不起，够有情调的呀。混蛋，这一切都是你故意安排的。是我安排的怎么样？不是我安排的又怎么样？反正这酒是你喝的，今天必须买单。要不这样，你来陪我喝一杯，听你的。怎么？还真是死鸭子嘴硬啊！在这吃霸王餐，你们都得坐牢。车钥匙给我。给你，给你。去，把车上的麻袋拿过来。您的钥匙，打开。这不是装垃圾的袋子，你还真是贱。你准备拿你的垃圾买单吗？够了吗？够了，够了，先生。姓王的，你们吃完了饭不买单，在这儿凑什么热闹？买不起单，过来陪我喝一个，我帮你买。站住！我让你走了吗？你说这话太狂，我要走，你拦不住。我说过，你会跪下来道歉。年轻人，你别太狂。喂，什么？公司被查封了？这怎么可能？我也没得罪什么人啊。这是你干的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是你干的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没有资格站着跟我说话，跪下！乐乐，我错了，我刚才不该那么对你。我上有老下有小的，公司不能破产啊，乐乐。乐乐啊，刚才人家不是叫你陪喝酒吗？快过去陪他喝一杯。谢谢姐夫。喝吧，喝死你个臭流氓！你还有脸说上有老下有小？哼，你不知道糟蹋了多少女孩子。对得起你全家老小吗？下次再敢骚扰女孩子，我姐夫一定饶不了你。姐夫，咱们走吧。你气是消了，我他妈气还没消呢。姐夫，钱还没拿呢。让餐厅老板帮咱送回去。另外，这家店的楼台太难吃，以后别来了。好的，姐夫。王八蛋，敢跟我作对，我让你们不得好死！姐夫，来，坐。姐夫，来喝水。今天把你累坏了吧？乐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，我能有什么事儿？你不是跟你姐夫不对付吗？这都没什么，倒是姐姐你呀，你不厚道呀！姐夫这么有本事，你怎么不早给我说呀？还有，那麻袋里面根本不是垃圾，而是100万。100万？哪来的100万？
有个供货商变卖了工厂，送来了1000万的违约金，那只是其中一部分。还有天成公司，姐夫一句话倒闭了。天成集团，那可是上市的大公司啊！七月，你什么时候这么有本事了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是总帅，一定是他。这个家伙怎么老是阴魂不散？哎，不过七月，咱们在外边还是少惹事儿吧，不能再欠总帅人情了。哎，秦妍这个臭丫头真不让人省心。她找的那个废物给楚少提鞋都不背，她怎么就这么死心呢？如果因为她牵连到秦家，我跟她没完。哟，楚少，您来了啊！快，请坐啊！快请坐。你信誓旦旦的跟我说会让青妍嫁给我，这都第9天了，青妍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？那个，楚少，我回去会耐心劝青妍的。这孩子就是一时鬼迷心窍。你这话也不是第一次跟我说了，你觉得我会信？这样吧，我给你指条明路。青妍不是要竞标飓风集团的大项目，你只要找机会把他的竞标书调包，剩下的交给我。楚少，这青妍的厂子规模那么小，对您构不成威胁啊。再说，这即便成功了，他就能回心转意了。楚少，这么做风险太大了吧？有可能把我们秦家都搭进去啊！放心好了，一切风险我来承担。好，这次我就听楚少的。小雪啊，爸爸交给你个任务，你到青岩那个厂子里面去做事，把他的竞标书给换过来了。咱们家能不能飞黄腾达，就靠你了。堂姐，小雪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是我堂姐，我来看看你是应该的嘛。说吧，到底什么事儿？我最近不是没有工作嘛，家里有逼我相亲，我快烦死了，所以我想在你这里谋一份差事。行吧，那你就留下来做个文员吧。哎，堂姐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去把竞标书送给飓风集团。飓风集团，我刚好要路过那儿，交给我吧。堂姐，你不相信我吗？咱们好歹也是一家人，你赚钱了，我也跟着沾光，我怎么可能在这种事情上犯浑呢？行吧，那辛苦你了。放心吧。你这么优秀，这次还不是要栽跟头？秦青言，这次得罪了楚家，不死也得死。姐，别紧张。哟，堂姐，你们来的这么早呀？小雪，我没带你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不明显吗？我带他来的呀。你带他来的？你为什么要带他来？因为他是我的员工啊。小雪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不是昨天才来我的厂里的吗？我现在是楚家的员工，楚少给我开的工资可比你高了好几倍。行，你爱跟谁就跟谁吧，但是以后别再来我的厂里。恐怕你的厂能不能保住再两说。你什么意思？青言，我给你透个底，一会儿飓风集团要是对付你，你就来取护，说不定否则你就等死。飓风集团要对付我，他们为什么要对付我？秦雪，你对我的竞标书动了手脚？你在说什么啊？我根本听不懂。算了，待会儿你们会求过来的。话我撂这儿了，青言，上次说10天之内跟我订婚，这都第10天了，
待会儿是被飓风集团弄死，还是跟我结婚，你自己选吧。我也撂句话，一会儿飓风集团对付你，你也可以过来求我。当然，帮不帮看我心情。求你？求你们出洋相吗？笑死老子了！小雪，咱们走。混蛋！亏我之前还那么信任他。齐月，要不然咱们还是走吧。这个项目肯定做不成了，说不定还会惹怒飓风集团。不到最后一刻，千万不要放弃，说不定有奇迹呢。这次的项目是我们飓风集团的重点项目，已经被市政府列为重点扶持项目。想要参与这个项目，跟我们合作，一定要有相当的实力。上面我念到的名单，请自觉离场。灵动科技、大智集团、江氏地产。剩下的6位，除了特殊的1位以外，其他都可以跟我们合作。那个诸位的竞标书都被我打了分数，届时将会按照分数来分配项目比例。第5名，江州王家，竞标分数65分。第4名，柳城张家，竞标分数70分。第3名，第2名，第1名，江州金青岩，竞标书评分100分。另外，我这里还有一份特殊的竞标书，这里面写的全是侮辱我之词。有时间我一定好好恢复这个狂妄之徒。小雪，今天这事儿多亏了你，回去之后记得找我们林子讲。奖励？什么奖励？姐，秦雪，楚总，你竟然敢打我！你个叛徒，老子打的就是你！你放屁！你才是叛徒！死到临头还他妈嘴硬啊！肯定是你这个婊子把那个骂人的竞标书当成我楚家的交上去了。我楚家被你害惨了，你给我等着！老子他妈就算是死，也要弄死你们一家子！我冤枉啊！都是那个齐月害的我！王莽，去把秦丽人给我抓回来！妈的，敢惹我，他妈都给我死！这个孽障，他怎么能去招惹飓风集团呢？这可是我们的灭顶之灾呀！不要犹豫了，赶快去把户口本拿来，和楚松去结婚，这样可能还有回旋的余地。之前啊，楚家公子也说了，如果说青岩能够嫁过去，咱们秦家就可以成为他们楚家的附属家族，他们就可以庇佑我们，这样还有一线生机呀。丽人，你不用说了，我们尊重青岩的选择，大不了我们就永远离开江州市。飓风集团能量那么大，全国各地都有啊，你们能跑到哪儿去啊？你不去，我去！滚！你们不想活，我还想活呢！李忠，拦着他呀！门，快他妈开门！李忠，拦着他呀！开门，开门！快他妈开门！完了，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了。他们才是秦青岩的父母，跟我没关系，要抓就抓他们2个。秦丽人是谁？小雪，
你赶快打电话给楚松，证明我们的清白。爸，你快跑，有人要抓你！原来你就是星月，挺牛逼呀、竟然戏耍我们楚少。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误会，肯定是个误会。楚松是我们的女婿啊，别废话，肯定是个误会。哎呀，哎呀！季月啊，出事了！你二叔被楚松抓走了，你得想办法救救他呀！爸妈，二叔都对你们那样了，你们还想着救他？这次的事儿，其实就是他联合楚松陷害咱们家的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把竞标书调包，对我的竞标书动了手脚。你们会求我的。原来这次的事是他自己搞的鬼，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。太过分了，真的太过分了，连自己的侄女都害，太绝情了。爸妈，那现在你们怎么想？还要去救他吗？明天再救，先让他吃点苦头，长长记性。明天再救，先让他吃点苦头，长长记性。哎呀！哎呀！真耍老子！哎呀！看老子今天不把你活活抽死！楚少，哎呀，哎呀，这绝对是个误会啊！这肯定是齐月在捣的鬼。放屁！别以为老子还会信你的鬼话！别打了，楚少，这事儿还有回旋的余地。你可以用我来威胁秦青言，让他承认那个竞标书是他自己的。呸！少他妈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！你以前怎么对秦青言的，自己心里没点数啊？人家估计巴不得你死，还想着他来救你，到现在他们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根本就是放弃你了。秦青言，不仁，得也不义。楚少，我还有个威胁他的办法。说。他有一个干妹妹，叫王乐乐。你只要把王乐乐给抓来，就可以威胁到他。王乐乐，这个名字有点耳熟啊。等等，市场部来了个新人，好像也叫王乐乐，是不是他？对，是他，就是他。原来是这个小美人啊，那就怪不得我，谁让你撞我枪口上了呢？哼！原来是这个小美人啊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楚总，您找我？你认识秦青言？认识。玩不了秦青言，玩了你也不错。少流氓，走开！走开！你别过来，否则过来，我就死给你看！今天老子就让你多活一会儿。你在哪儿？飓风集团会议室。很好，我现在给你2条路走。第一条路跟飓风集团签合同，不过你妹妹汪乐乐会死。这第2条路嘛，承认那个骂人的竞标书是你的，我就放过汪乐乐。乐乐，你把乐乐怎么了？放心，他现在还活得很好，但他能不能活过今晚，就在你的一念之间了。楚松，青言，你怎么了？青言，你怎么了？青言，秦渊，快去楚家救救乐乐，乐乐在楚松手上。你放心，我向你保证，他不会有事的。我跟你一块去。不用，你就坐在这。楚松不是让你承认那份竞标书是你的吗？那你就先承认，跟楚松周旋。我保证，把乐乐完整送到你面前。秦月，乐乐的性命就……秦，你放心。徐正，带几个人来楚氏集团，今天干掉大的。
明白。站住！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算什么德行，敢拦我？楚少，七月来了。他带了多少人？就他一个人。很好，先放他进来。新仇旧恨，今天一起算。姐夫，快走，你打不过他们的。乐乐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今天的血白流。你别管我。菊月，既然来了，就不要走。要走的话，你只能横着上去。乐乐，你走啊！乐乐，你就坐在这看，你的一声姐夫可不是白叫的。你他娘的还挺装逼啊！兄弟们，甭废话，给我上！先废了他，然后让他眼睁睁的看着我睡了他老婆和小姨子。可惜了这进口的好沙发。不许动！自杀无赦！抱歉，总帅，我来晚了。你竟然是总帅！你竟然是总帅！楚家涉嫌非法交易，证据确凿，都抓起来。明白，行动！姐夫，这一切都是真的吗？我真的和做梦一样。姐夫，没想到你就是传说中的总帅。其实你是我的偶像，原来跟偶像说话真的跟做梦一样。虚名而已。姐夫，你既然那么厉害，为什么不跟青妍姐表明你的身份呢？你姐好像不太喜欢总帅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姐老是觉得他跟总帅是两个世界的人。好，你千万不要跟你姐说我的身份。我们俩现在正在培养感情，等时机成熟了，我自然会告诉她。是谁？齐月，你这废物，怎么现在才来救我？你到底跟楚松说了什么，让他这么误会我？以后别到我家里，否则楚松就是你的下场。哎呦，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呢？齐青言怎么瞎了眼，会看上你这个废物？我没必要跟你这。走，走，站起来。
回来了，我都快担心死了。唉，你这伤，我去给你拿药。爸，谁打的你啊？还不是楚松那个王八蛋！爸，你放心，你不会白白挨打的。这个仇，我们一定要报回来。不用报了。为什么？楚家，你完蛋了！哎呦，偌大一个楚家，怎么说没就没？估计是他们得罪了一个大人物了。楚氏集团公司现在已经直接被查封了，楚松也被他们带走了，现在还不知死活呢。请问这里是秦家吗？对，没错，这里就是。您是秦立人先生吗？嗯。您还有个哥哥叫秦立忠。是的，您老是京都齐家来给秦家送聘礼。是京都最有钱的那个齐家？对，没错。聘礼清单如下：黑金黄卡1张，现金2亿。帝王翡翠首饰1套，祝秦小姐与大少爷白头偕老；永恒之恋1套，祝秦小姐与大少爷永结同心。夫人，聘礼已送到。我儿他没拒绝吧？齐月公子当时不在场，我担心他们拒绝，放下聘礼就离开了。希望月儿能明白为娘的良苦用心。这齐家下了2个亿的聘礼，是下给咱家哪个女娃的？我们秦家就只有3个女孩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秦青言，还有三叔的小凤。小凤还小，才12岁，秦青言要结婚了。除了我，还有谁？哎呦！现在京都齐家要和咱们家联姻了，那整个江州不就是我们的地盘了？哈哈，那秦立忠真以为靠上了飓风集团就可以为所欲为了？哼！在齐家的眼里，他屁都不是。爸，你看。月儿，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？现在的齐月是总帅齐月，跟京都齐家再无任何关系。月儿，妈知道你这些年受尽了人间苦楚，你怪爸妈，爸妈理解你，我们不求你原谅，只希望你能知道真相。什么真相？当年逼你替你哥坐牢，是你奶奶的意思。如果爸妈不同意的话，你可能有性命之忧。错已铸成，解释再多也没有用。没事就挂了吧，以后也不要再联系了。等一下，爸妈送的聘礼你应该收到了吧？这点聘礼，只希望你能看到爸妈的态度。聘礼？什么聘礼？青言，怎么看起来不太高兴啊？飓风集团的订单太大了，不扩大规模的话，要完成项目肯定会逾期的。那就扩大工厂规模呀。哪有那么容易啊？不过我倒是有个主意啊。我听说最近楚氏建筑公司要被拍卖了，起拍价才1个亿。要是咱们能拿下的话，那完成飓风集团的订单就高枕无忧了。行，那咱们就拿下楚氏建筑公司。傻丫头，
要不是怕你拒绝，我都想直接送给你的。喂，儿子。妈，楚氏建筑公司要被拍卖了，起拍价才1个亿。什么？你和姐一定要凑齐钱，把楚氏建筑公司拿下。儿子，你太看得起咱家了，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家庭，我到哪儿去给你凑这1个亿呀？这次拍卖的负责人可是我的恩师，我已经打通关系了，他会照顾咱家的。当然，事成之后咱得给人家一定股份，所以就算借高利贷也要凑够这1个亿。这时间紧急，妈，赶快凑钱啊！挂了。妈，你怎么就答应了？我们上哪儿去凑1个亿啊？你弟弟为了楚氏建筑公司付出了这么多，还找来了关系，咱们家能不能飞黄腾达，就看这一次了。哎呀，小雪，你这车哪儿借来的？怎么说话呢？什么叫借啊？这就是我本人的。你本人的？你哪来的闲钱买这种豪车？我未来老公送我的，他可是京都齐家的大公子，今天他可是送了2亿的聘礼呢。京都齐家这种豪门，小雪，我劝你还是谨慎一些好，钱也不要乱花了，你可以考虑一下投资啊。刚好我这里有个很好的项目，不如你我联手？滚！我看你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我建议你们还是别动那些聘礼，说不定是他们送错了，到时候他们要回去，你拿不出来，怎么办？我看你就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你以为全天下的人都像你一样，拿不出一点像样的聘礼？算了，我不跟你们废话。这豪门的水太深了，小雪怎么可能是他们的对手啊？启月，你说这会不会是个圈套啊？不用管他们了，就算是个坑，也是他们自己愿意跳的，别人想拦啊，都拦不住。算了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启月，我们还是忙着拍卖会的事吧，走吧。明天楚氏建筑公司拍卖会，我不希望有人跟青岩抢。明白，我会跟所有参与竞拍的人打好招呼的。黄婷婷，你在这儿干嘛？秦雪，我有笔大生意想跟你谈。什么生意？说吧。这是商业机密，咱们进去聊。你应该听说楚氏建筑公司拍卖的事了吧？听说了。秦青言说楚氏建筑公司这次的拍卖起价才1个亿。不错，而我要告诉你的是，拍卖会的负责人王明辉是我弟弟的恩师，我们已经跟王先生达成了共识，在拍卖会上，王先生会重点照顾我，只要我有足够的资金，就有把握拿下楚氏建筑公司。等等。你的意思是想要我用聘礼去竞拍楚氏建筑公司？你的意思是想要我用聘礼去竞拍楚氏建筑公司？没错，秦雪，你好好考虑一下。楚氏建筑公司你是知道体量的，起码价值10亿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只要拿下楚氏建筑公司，就是稳赚不赔的买卖。你6，我4。听起来这生意还不错，不过我需要找我爸爸商量商量。行，你好好考虑一下，明天之前给我答复。小雪啊，爸爸觉得啊，你应该和婷婷联手。你想一想，如果说你拿1个亿换了10个亿，如果说让齐家知道了，
那肯定会更加的欣赏你，这样也会影响到你嫁过去的地位。爸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这样我嫁过去齐家就有更多话语权了。之前秦青言竟然说齐家公子看上我就是个圈套，气死我了！所以我决定通过这件事情狠狠地打他们的脸。那行，明天一早就跟婷婷到拍卖行去吧。婷婷这经商的头脑还是挺靠谱的。今天现场来的人怎么这么少啊？我听说有好多集团都对楚氏建筑公司感兴趣，怎么他们今天都没来啊？可能是那些大老板又不感兴趣，懒得来了吧？是吗？秦雪，你怎么跟黄婷婷一起来了？我觉得你昨天说的那个想法挺对的。什么想法？聘礼拿来做投资，钱生钱啊！所以我决定跟黄婷婷联手，竞拍楚氏建筑公司。秦雪，咱们俩才是一家人，你不跟我合作就算了，你还跟他合作，跟我竞争。而且黄婷婷是什么人，你不知道吗？谁跟你一家人？你自己开了那么大一个厂子，有我们什么事儿吗？我上次去你那里找工作，你一个月就给我开4000块钱，你好意思吗？真要是一家人，你怎么不把厂里的股份分给我们一些？那才是真正的一家人。秦雪，我妈竟然把聘礼送到了秦雪手里。秦雪，你想拿着京都齐家的聘礼参与竞拍吗？我劝你不要那么做，万一他们突然要回聘礼，你还不起，那就不好看了。秦月，在场就你最没资格说这话。京都齐家可是有名有姓的大豪门，你以为跟你一样呢？当初结婚30万彩礼都拿不出来，你有资格和人家比吗？我们走。他们呐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等我嫁入齐家，你们就等着羡慕吧。哼！哎，秦雪，秦雪现在看我跟仇人一样，可明明对不起我们的是他。当初他背叛我的事，我也没跟他计较。后来你还救回了二叔。放心吧，待会儿他们肯定会来求你的啊！如果一会儿价格升到了2亿，你就不要竞拍了，让他们拿去。为什么？这个楚氏建筑公司哪怕有2亿拍下来，也是值得的啊！不用担心，即使是他们拍下了，也留不住，会乖乖还给你的。一会儿现场叫价，叫到1亿5千万的时候，你就直接叫2亿。一下叫这么多，那些竞价的肯定会有所犹豫，到时候我就趁机落锤，这楚氏建筑公司可就归你了。王先生，不是说好1个亿的吗？怎么突然要2亿了？哎呀，现场这么多人，你叫这一下，怎么拍得下来呀？本来这次我安排这个小拍卖会场，就是为了引人耳目，没想到还是来这么多人。好吧，那我回去跟我朋友商量商量。这还商量什么呀？尘埃落地，他还有的想。楚氏建筑公司拍卖正式开始，起拍价1个亿，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0万。楚氏建筑公司拍卖正式开始，起拍价1个亿，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0万。1亿1000万，1亿1000万一次，有没有人加价？1亿2000万。1亿2000万一次，有没有加价？1亿3000万，1亿3000万，1亿4000万，1亿5000万。黄婷婷，不是说好1亿吗？这1亿5000万，我聘礼就不剩多少了。你也看到了，现场竞争激烈，1个亿根本拿不下来。咱们不出价，楚氏建筑公司可就归秦青言了。你不想看到这情况吧？
而且处置建筑公司估值10亿，咱们4、5亿拿下来，也是稳赚不赔的。好，反正是赚的，我们也不能让秦青言好过。1亿5千万，有没有更高的？1亿6千万，2亿。王婷婷，你太过分了，这可是我全部的聘礼。秦雪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！我不下重手，秦青言那个贱人肯定会继续加的。据说他跟飓风集团还有点关系，要是他借钱来跟咱们争，那咱们不就是白忙活一场吗？到时候还不知道他怎么嘚瑟呢。好，2亿就2亿，我可不能再加了，我可没钱了。放心吧，咱们稳了。七月，你那还有钱吗？青言，不是说了吗？超过了2亿就不要了。待会儿啊，他们会给我们送回来的。你说他们会给我送回来，他们就真的会给我送回来啊？那你得有多大的面子啊！哎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2亿1次，2亿2次，2亿3次，成交！恭喜这位贵宾成功派得处世建筑公司，稍后请来交接一下手续。秦雪，哦不，秦总，恭喜了。青言，先不要着急走，有一场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什么好戏啊？哟，秦青言还没走啊？是想跟我们公司合作吗？看在以往的情分上，我会给你们一些优待的。青言，还记得10天之前我对你说过的话吗？你说过什么？10天之后，楚家会改姓秦。没想到你还真猜对了。不过有一点你说错了，是姓秦雪的秦。不，是秦青言的秦。谁给你勇气说这话的？当然是，这个就是齐家的人，上次来给我送的聘礼就是他们，这次过来可能是找我商量婚事的。秦雪，恭喜你了，这以后的身份可就不一样了，可不要忘了咱们的姐妹情谊呀。齐伯伯，这次你们来是来找我们商量婚事的吗？抱歉啊，秦雪小姐，我家公子看上的并不是，只是我们把礼送错了。礼送错了。这不可能啊！送的时候不是还跟我爸确认过身份吗？聘礼的主人只是跟你爸同名而已，还请秦小姐别为难我们，把聘礼还给我。这事儿可和我没有关系。您看这样行吗？我明天给。实话跟您说吧，聘礼被我拿来竞拍处世建筑公司了，我明天把公司出手了就还给您。我没那么多时间跟你在这耗着，现在就把聘礼拿出来。那我把公司给你可以吗？它价值10亿，您赚大了。哼，一个小小的处世建筑公司，我还真看不上眼。你直接给我2个亿，我重新采购聘礼。堂姐，要不你借我2亿吧，到时候我把处世建筑公司拍卖了就还给你。唉，不行，我们也没钱。堂姐，你想想办法，肯定能凑到钱的。实在不行，我就把公司抵押给你。实
在不行，我就把公司抵押给你。真没有，你找错人了。堂姐，咱们好歹是一家人，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啊！要是得罪了齐家，真的会出人命的。一家人，没出事之前，你可不是这个说法呀。出了事儿，你就是一家人了，我可真是长见识了呀。齐月，要不然咱们还是帮帮他吧。秦言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依我看，就该给他个教训。齐月，看在秦言的面子上，我们可以帮你，不过你得把楚氏建筑公司卖给我，我们给你1个亿。1个亿？痴心妄想！我顶多成本价2亿给你们。秦言，我们走。堂姐，你别走啊！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真的会死的。行，1个亿就1个亿，不过你们还要再借我1个亿。秦言，你怎么看？好。行。唉，那你把这份合同直接签了就行。你竟然提前准备好了合同！这下你们满意了吧？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我之前不是早就跟你说了，齐家把聘礼送错了，他们迟早会发现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齐家公子要看中的，怎么着也得是全天下最漂亮的秦青言啊，区秦雪。你呀，说话还是不着调。哎，对了，咱们赶紧去把这个楚氏建筑公司转让过来，这样的话，我们的实力就可以翻好几倍了。青言，要不你先回去，我还要去见一个公子。好。齐伯，少爷。齐伯，当年我在齐家的时候，没少受你的照顾。少爷，您这些年在外面吃了不少苦啊。这点苦，跟我在齐家遭遇的根本算不上。算了，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了，毕竟我跟齐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。少爷，不用再劝我了，我会怎么去的？唉，齐家在商场战无不胜，可终究也会有看走眼的一天啊！哎，小雪，怎么样了？楚氏的建筑公司是咱们家的吧？爸，公司非但没有拿到手，我反而还欠了秦青言1个亿。什么？欺人太甚，欺人太甚了！这分明是个圈套！不行，我得找他们要个说法。爸，来不及了，他们当场就逼着我把合同签了。要是我不签，齐家就会弄死我的。事不在我，早知道我就跟秦青言他们合作了。我要去找大哥。这秦青言就是下了一个隐形套，让咱们去钻。这1个亿咱不能认。爸，现在他们家做主的是齐月，要想抹去这1个亿的债务，我们必须得绕过他才行。他们要是不抹掉，我就……哎，你们这是？我今天来呢，主要是为了拿回属于我的楚氏建筑公司股份。王先生，今天发生的事情你也不是不知道，那齐家是我们惹不起的，所以我只好把楚氏建筑公司给贱卖了。这个我管不了，我只管要回属于我的股份。你今天要是不能给，那就等死吧。秦雪，
王先生的能量大得超乎你们想象，你们也是惹不起的。还是赶紧想想办法吧。王先生，您行行好，我们也是身不由己啊，您就别追究我们的麻烦了好吗？你看我们家现在这个情况，确实也拿不出来啊。那就等死吧，真以为我好惹的吗？王先生，您先听我说，事已至此，就算把秦家卖了，也挽回不了您的损失。我倒是有个办法，或许能拿回公司，甚至拿得更多。不过这需要秦伯伯你们的配合。对，王先生，您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，您尽管说，我们肯定会配合的。你们还记得四金虎和周彪吗？记得，他们之前也找过齐月的麻烦。对，据我所知，他们找了齐月麻烦之后，没过几天就死了。我怀疑是齐月干的。仅仅是找他麻烦，这5条人命就被他报复了。你确定手里是他干的证据吗？有人看见周彪把工厂抵押给秦青言那天，在回家路上被齐月成河了。是谁看见了？对，没错，就是做假证。你们是生是死，就看自己的选择了。都这么晚了，要不明天再看吧？不行，我明天还得召集楚氏建筑公司的人马开会呢。在这之前，我得足够了解情况才行啊。哎，你这么批江州首富的位置啊，非你莫属了。又贫嘴。什么事？总帅，刚刚得到消息，王明辉正在搜集您杀人的证据，想要对您出手。王明辉，他上次还没长教训呢。这个王明辉背景不简单，黑白两道通吃，背后还有大人物，而且他还有通敌叛国的嫌疑。那你把他的罪证收集一下，随时待命。明白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齐月人呢？他出去了。你们找他有事吗？出去了？早不出去，晚不出去，为什么等我们来了才出去？他不会是畏罪潜逃了吧？什么畏罪潜逃？你们听着，我们现在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是齐月杀了周彪和四天虎，你们最好把他交出来，配合调查。不可能！你们胡说八道！齐月绝对不可能是那样的人。秦青言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你没看清齐月的真面目，我们不怪你。现在有人证明亲眼看见齐月杀人，谁能证明？青言，我们可都是看到齐月杀了周彪，你呀，也别藏着掖着，包庇可是犯法的。现在就把他交出来吧。丽人呐，齐月跟你是有过节，你可不能诬陷他呀，他可是你的侄女婿啊！大哥，我这是大义灭亲，不是诬陷他，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他好吗？让他迷途知返。我就不信还没有王法了，就凭你诬陷他，就能断定齐月是杀人犯？王法，老子就是王法，只要有他们俩作证，再加上我们手上还有其他证据，判齐月个死刑还是没难度的。不过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我也不是什么冷漠无情的人，倒是可以给他一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只要你把手里的财产都交出来，我就可以放了他。不可能，那都是青言的心血，不可能给你们这些无耻小人的。好啊，那我就只能……等等，
我去给齐月打个电话。这小子背后果然有大鱼。总帅，我怀疑他是不是国外势力的案子。不排除这个可能，暂时不要打草惊蛇，安排人手盯紧点。明白。喂，秦岩，混账！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了？秦岩，我马上回来。齐月，你不要意气用事，暂时不要回来。徐震，安排人手，先给他点教训。是。王先生，你提的条件事关重大，我得考虑一下，明天再给你答复。你别给我耍心眼，你以为我听不出来你在拖延？现在要么你把你的产业交出来，要么就把齐月交出来。就算他逃到天涯海角，我也会把他抓回来，畏罪潜逃，罪加一等。猎人，小雪，你们干得可真漂亮啊！好一个血脉至亲！我承认，杀周彪和四金府的人是我，跟其他人无关。爸，你别冲动，你听我说，我们是有回旋的余地的，大不了我们的企业不要了，我们重新开始。傻闺女，你还年轻，不懂江湖险恶，人心是最贪婪的。只要有把柄在他们手里，就会一直受制于他们。你这一次把产业给了他们，那下次他们又来呢，我们会被勒索一辈子。离人呐，你就看着你是怎么把你亲哥哥逼死的。希望啊，我上刑场的那天，你来给我送行。齐月那废物到底给你吃的什么迷药？你竟然愿意为了他去死！大哥，不是我逼你，是你自己犯蠢，你自己要把自己逼上绝路啊！好了，既然你想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来人，把他给我带走！放开！放开！你们放开他！放开！造孽！谁也别想好过。我们家命怎么这么苦啊！好，我答应你们还不行吗？晚了，不能答应啊！这是找死！七月，你快走啊！他们要抓你，你快走啊！秦岩，不用担心，我来处理。你来处理？你准备怎么处理？不过你来的正好，今天可以将你们一网打尽。七月，你涉嫌杀害周彪和四金虎，证据确凿，你拿什么处理？周彪，不是我杀的。今天不是你处理我，而是我处理你。不是你杀的，你给我拿出证据来呀！证据啊！好，我会马上给你一个大惊喜。齐月，你竟然敢对王先生动手，你完了！就算人不是你杀的，也救不了你。齐月，快带秦岩走，离开这里，永远别回来！齐月，干嘛呢？你快跑啊！你疯了吗？没人能欺负我老婆，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。谁让你掉眼泪，我就让他流血。不可能！你不是死了吗？这不可能！周彪，你这人讨厌死了，老是一惊一乍的。王先生，这个证据足够证明我的清白了吧？就算周彪还活着，
那司机虎呢？你同样摆脱不了干系。喜月先生没把我们怎么样，只不过是想让我们长长教训而已。好，很好。七月，你以为这样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吗？就凭你刚才打了我，我就能让你把牢底坐穿。恐怕你没有这个机会了。七月，走，我们回家。回家干嘛？好戏就要开场了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开这种玩笑？七月，你跟我说实话，这些人是不是你叫来的？马上就知道了。要人入伙。王明辉，你罪大恶极。长官，我怎么了？楚氏集团是信任你，才把拍卖权交到你手上，而你徇私舞弊，在拍卖会上动手脚，真是罪大恶极。我什么也没干呐，冤枉呢！哼，什么冤不冤的，先给我们走一趟再说。带走。不是，我什么也没干，我冤枉啊！我冤枉啊！楚氏建筑公司是你们拍下来的吧？这件事我们会调查清楚，一旦发现你们也有参与，定斩不饶。喝点水吧。总帅，王明辉背后有人在给他运作，现在已经无罪释放了。哼，有点意思啊。看来背后有大鱼啊。那我们再陪他玩一玩。上，给我砸！住手！王明辉为什么要来捣乱？捣乱？你错了，我就是想把你这公司砸了。混蛋！我跟你们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来砸我公司？无冤无仇？别跟我装小了，我警告你，立刻把齐月交出来，我还能放你条生路。不然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。你们找错地方了，齐月不在这。哼，齐月这么走高啊，拿个女人出来，给老子继续砸，砸到齐月出来为止！那快住手啊！砸！住手！妈，你要出门吗？青爷马上下班了，我去买点菜。那我陪你去吧。嗨，你难得在家休息，你就待着吧。啊，我自己去就行。哎，反正在家待着，闲着也是闲着。哎，青言，有人捣乱，我马上回来。妈，我得先去公司一趟。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没事儿，小事儿，不用担心。好。哎，早去早回啊！今天让青言不要加班了，我给你们做粉蒸肉吃。哎，好嘞，妈，那我就先去了。去吧。周彪，带着你的人来公司一趟。你既然投靠了我，展现你价值的时候到了。明白。兄弟们，咱们大展拳脚的时候到了，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，跟齐先生闯出一番新天地。表哥，您好歹也是西区地下世界的扛把子，怎么就屈尊在齐院那个上门女婿的手下呢？闭嘴！没眼力的东西，齐先生也是你能侮辱的吗？齐先生只不过是隐瞒身份过普通人的生活而已。兄弟们，我们今后就抱上金大腿了。齐先生到底是什么身份啊？就连北境大军的徐震上校都对他俯首称臣。妈呀，那可是个将军啊，能为齐先生效力，
飞黄腾达指日可待啊！出发！住手！住手！七月，你快走，他们是来找你的，走啊！秦言，你放心，他们会付出代价的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还逞强呢？快走啊！想让我退步，他们不配。齐月，你这缩头乌龟总算出来了，还算不是个孬种。识相的话，跟我走一趟吧，免得遭受皮肉之苦。你的主子是谁？哼，你也配知道？七哥，到谁？姓齐的，你就这点本事，让这几个废物替你出头啊？要动手就动手，少他妈废话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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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你废物还真是废物，现在你还狂得起来吗？对付你，我一只胳膊就够了。太狂妄了！你们几个打伤了我们的工人，你们就留下来当免费的劳动力。至于王明辉，你们把他送回去，让你们背后的老大过来接。好的，滚！七月，秦言，你先回去，这里交给我。七月，你这手怎么这么大力道啊？但是以后还是不要打架了，万一打伤了人怎么办呢？你怎么来了？总帅，事情有进展了。王明辉身后的大鱼是天狼殿狼首，他们在这一带手眼通天，很多大人物在他们手底下起事。怪不得小小的一个王明辉，竟敢如此嚣张跋扈，感情身后有一尊大佛给他撑腰啊！管他是什么爷，这一次我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王明辉居然失败了，四大护法随我走一趟江州，此战一战而定。是。七月，你没有哪里受伤吧？你要相信你的男人，就那些歪瓜裂枣，还不值得我受伤呢。他们一个个都穷凶极恶的，我都快要担心死了。你下次能不能不要这么逞强了？亲，他们是冲着我来的，我怎么可能退缩呢？这段时间你就不要去公司了，要去也是我陪着你去。你是说，他们不会善罢甘休？这伙人肯定会卷土重来。我派人在家中暗中保护你，很安全。安排了其他人？你是请了保镖吗？婷婷啊，你听说了没？秦青言的公司接二连三的有人找上门来，听说今天还有人用枪。依我看呢，这一次他们是死定了。得罪了大人物，能蹦跶多久？这都是报应啊！就是。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你怎么了？你母亲这是癌症，已经快到晚期了。什么？癌症？怎么可能？她自己就是医生，怎么可能得癌症？如果想要治疗的话，价格不菲，回家去准备钱吧。治疗费要多少钱？100万起步。100万？我现在1万都拿不出来。秦安，
青言，想不想出去玩啊？超级想，好不好？我这几天都快无聊死了。你前段时间工作起来都不要命了，刚好给你放个假，让你休息休息。这什么假期啊？这样的假期我宁愿不要。那我们一会儿出去玩？真的？啊，我看你戴的玉佩和首饰都太单一了，我陪你去买点首饰。好啊，但是那些坏人找我们麻烦怎么办？只要你跟在我身边，我定护你无恙。也不知道7月那家伙这5年送我的首饰一共值多少钱，哪怕是便宜货，几千块也有吧。唉，不管了，现在妈的医疗费就是个无底洞，能凑一点就凑一点吧。不好意思啊，你这是次等纱金，我们不收。什么次品纱金？这是我最珍贵的礼物啊！残品纱金也好意思拿来鉴定，哪来的底气啊？把你这最珍贵的项链拿走吧，我们这不收。喜悦，这就是你口口声声的爱我，这5年都是糊弄我的，你这个废物，死了活该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喜悦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被抓走了吗？你就那么希望我被抓走啊？看来让你失望了。算了，启月，咱们还是进去买珠宝吧。你们是来买珠宝的？景青言，你醒醒吧！启月就是个假仁假义的货色，他才不会给你买真的。我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，我跟了他5年，他就送了我一些残次品、假货。你怎么确定这些是残次品、假货？废话，我刚刚在里面鉴定了，全是一堆垃圾，我正准备拿去扔掉呢。别扔了，还给我。还给你？你做梦！我今天就算把它砸了，也不会还给你。不过你要真想买的话，给我10万，我就卖给你。成交。秦七言，他跟你在一起就是玩玩而已。我跟了他5年，他就送我这些垃圾，糊弄我的感情，你好自为之吧。站住！我今天就让你看看我哪里对不起你了。麻烦帮我鉴定一下。小伙子，我可没时间鉴定这些垃圾，去别的店看看吧。七月，听见了吗？赶紧把这些垃圾带走吧，还嫌不够丢脸吗？七月，不用在乎这些首饰的真假，只要你的心意到了就足够了。青爷，真的就是真的，我送出那么多真品却被说是次品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你确定不鉴定？这个黄金我刚刚鉴定过了，就是次品纱金，你们不要无理取闹，不然我叫保安了。你刚刚鉴定的是这串？没错。抱歉，这条不是我的，剩下的才是。我忘了，这条是我买的。你再看看剩下的，确定是垃圾？不用了，肯定都是些假的。等等，这是帝王之心。这是真的帝王之心，这可是价值连城啊！当年帝王之心限量发行就4件，拍卖价格都在6000万以上，都被王公贵族们收藏起来了。没想到，在我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它，荣幸啊！真是死而无憾啊！七月，我错了。七月，我错了，我嫁给你，我现在就嫁给你。你以前不是一直想得到我吗？今晚我们就洞房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这块镜子
还能再拼起来吗？我拼起来，现在就拼起来。等我拼起来，我们就结婚。我求求你，婷婷，别拼了，你拼不起来的。你现在还年轻，未来还有其他机会的。秦言，求求你，把七月还给我好不好？我现在什么都没了，他本来就是我的，你不能夺走他。秦言，你不能夺走他。秦言，你把他还给我。不是我夺走的，是你抛弃他的。保安，把这个疯婆娘给我轰出去，别影响顾客的购物体验。秦言，把七月还给我。唉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徐正，你们人呢？总帅，发现天狼殿痕迹，我正带着兄弟们搜查。小心，他们不简单，发现不对，立刻撤退。明白。敌袭，大家戒备！别来无恙啊！你就是七月在这里的忠犬吧？干掉你，他就没有眼睛了。鱼儿上钩了。你就是天狼殿狼首，你把徐震怎么了？总帅，该死！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针对我？总帅，你的存在打破了平衡，有人要买你的命啊！你说国外的势力叛徒，你竟然勾结外敌！哈哈哈哈哈！各为其主罢了。你倒是有条忠犬啊，可惜了。不为我所用的敌人，只有一个下场。今日不死不休！真不愧是威震天下的总帅，你是无敌的，但又不是无敌的。你看看，是谁？庆元，你敢伤他一根头发丝，我要让你万劫不复！这就是你的遗言吗？今日，一代总帅将死在我手里。我将踩着你的荣耀上位受死吧！总帅，饶了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。总帅，下辈子眼睛擦亮点儿。
七月，你没事吧？七月，医生说了，你呀要多晒点太阳，这样才能好得快。我作为神医，告诉你，我只要自己想躺着，有人给我喂饭伺候我，我可能会好得快一点。是吗？怎么，你不反驳我了？我说你就信了？你一个堂堂总帅说的话，我一个弱女子如何敢不信啊？哎，你说，如果你上次出山盛典的时候跟我求婚，我就答应了，会怎么样？不存在，你根本不会答应，因为你从小到大都没有变过，永远都是那么纯真、善良。你说的退出江湖是真的吗？当然了，什么打打杀杀的呀，多不和谐。我只想安安分分的做一个守法的老百姓，跟你过简简单单的日子。什么企业呀、名车名表什么的，咱们都捐出去，钱咱们日常生活够用就行。最重要的是跟家人在一起。